嗨，大家好，我是老魏。很久没有更新了，感谢大家的期待。因为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忙其他的事情，而且一直在想着怎么样创新。因为这个短视频呢，确实是很伤脑筋的。你要一直不停的创新。我觉得，拍我曾经拍过的东西啊，或者拍一些雷同的东西啊，题材一样的东西啊，我是不太愿意的。所以我的视频里很少出现这种拍了又拍的东西。就是在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景或者一个题材，我拍2次的这种非常非常少。就是我是想着，就是能够不停的创新，但是创新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东西，因为要想着你下一步怎么做，然后想好了怎么拍，这个过程其实一个人来做这个事儿，确实非常非常痛苦啊，所以我这个今后的更新的速度可能也就没有这么快了，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经过这段时间的旅行呢，我对越南也多了很多感悟，所以我总结了一些东西，就是给一些想来越南的朋友，因为很多人给我留言啊，包括中国国内的，然后包括海外的一些朋友，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啊，对越南非常有兴趣，想来越南旅游，想来越南工作，想来越南生活啊，大概有这几类人啊，都想来到越南。那如果来到越南呢，大家做好几个准备，因为你要来到越南，不管你是旅游、工作、生活啊，旅游的话我们就不说它了，因为旅游可能说跟团啊，这个你就跟着安排走就行了。如果说你自己背包行的话，那你肯定要是听我以下的几个建议，因为我们要做能够在越南长期的生活的一个打算，就或者说短期，哪怕是短期啊，要在越南生活的一个打算。所以呢，你必须要尊重越南当地社会的一些习俗啊，当地社会的一些法律，当地社会的一些民族习惯啊，一定要尊重它，不然的话你很难融入进来，很难在这个过程中更愉悦的享受你的生活过程或者旅行过程。首先我们来到越南啊，离不开的就是衣食住行嘛，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对不对？那在越南，衣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就衣服的话，你要穿夏天的衣服，但是你一定要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或者说遮阳的一点的外套，你一定要带一件外套啊。如果你是去大乐或者那些地方，你一定要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因为那个地方晚上特别冷啊，它是特别凉，不是那种寒冷啊，就是很凉的感觉，就是天凉好个秋啊那种啊，非常非常凉啊，有可能你会感冒啊，这个不开玩笑，因为它昼夜温差特别大啊，所以你一定要准备一件就是能够保暖的外套啊，然后就是遮阳的外套最好有一件，然后从国外来的朋友啊，最好是有一件那个有一副墨镜啊，越南人很少戴这个遮阳的墨镜啊，我觉得这个挺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越南这边光线特别强，但是很少有人戴那种偏光镜啊，这点我觉得特别奇怪。第二点呢，就是在饮食上，其实在饮食上这块儿，你必须要接受越南的一些饮食方式，如果不能接受的话，或者你肠胃不太好的话，那你要注意了，因为在越南呢，你要吃一些生的东西啊，比如生的蔬菜啊，它有一些冰块直接是那个自来水冻的，或者说它没有经过过滤的一些冰块。那喝啤酒的时候，越南人也用那个冰块来降温。就是你在喝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好了，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喝这些冰块因为有的人过来他肠胃不适应，很容易就拉肚子了。那小一点的冰块啊，相对来说比较干净。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啊，都会加入冰块的。现在我们在越南待久了呢，已经是非常习惯了，就是没有冰块觉得少了点东西啊。所以越南的咖啡呢，跟全世界都不一样的，全世界喝咖啡都是喝热的，那只有越南喝冷的。还有越南在饮食上，比如一些那个肉啊、蔬菜啊，它都是非常新鲜的啊，所以越南的食物的加工啊，它没有中餐那么复杂，非常简单啊，口感也不错。就是如果你能接受它这个味道，比如说接受鱼露啊，接受一些其他的辅料的味道，我觉得你在越南会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旅行。那我们说第3点。衣食住行啊，住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您是来到越南是旅行的话，那就是住酒店了，对吧？越南的酒店真的不是很贵，很便宜。现在特别是疫情这个时候，很多酒店和高峰时候啊，就是在19年之前的那个价格差距真的好大的啊。这是住酒店。如果说您住这个
公寓呢，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固定在某一个城市生活的话，你要选公寓的话，那你就根据你的消费能力了。那公寓便宜点的话，有个200-300美金的，也有$1000多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的。所以你找一个靠谱一点的中介，然后在这个交那个保证金的时候尽可能的要短一点，因为到最后1个月啊，你可能要走的时候，如果说你交了3个月的那个押金的话，那可能会损失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反正你注意好就行了。最好找一个靠谱的中介，那最后你押金还可以帮你就是多争取回来，因为你住久了的话，如果房东比较好的话比较好说话，他会给你的全部退给你，你只要没有损坏他的房屋，没有给他造成额外的损失，那他一定会给你的。如果有损失的话，那这个他会把房屋重新修葺一下，然后把这个钱给你扣掉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好的然后第4点就是行衣食住行。行是在越南是非常非常让很多外国人来到越南的外国人是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单单过那个马路很多外国人就不敢过越南的马路是很多外国人就是站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刚来的外国人就是真的是不敢过，就是那个车太多了，因为你是感觉到越南的摩托车不会让你一样的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扬起手来，就是你做个摆手的姿势，你后面的摩托车看到你要过了，它会减速它会慢慢让你过。你如果往前走的话，它从你后面就是穿过去了，它就避开你。因为越南的摩托车在越南的交通就是你看着是杂乱无章的，实际上呢，它是非常非常有规律的，就是它是乱中有序，它不会说轻易的就把你碰到的。所以你看越南摩托车非常多但是真正的交通事故非常非常少。而且越南人比较性格真的是非常温和，就是真的出了事情了，2个人笑笑就走了摩托车没有损坏或者说没有大的损坏大家笑笑握手言和就各走各的了。这个我见的非常非常多而且在越南我们是很难在路上看到有人口角的这一点我觉得素质真的好高越南人不会不会因为这个路上的事情跟你发生任何的口角。如果说你想旅行或者说想更自在一点，那你可能要牵涉到租车租车分汽车、摩托车。那如果你是有驾照或者想自己开的话，租个汽车。那如果说你短期刚来的话，你建议你真的不要自己开汽车，因为开汽车真的风险蛮高的。首先一点呢，就是说你在开汽车的过程中非常非常容易，就是因为路况不熟或者说遇到单行道就是违章这个东西挺麻烦的。最好是找一个司机。那在越南租一辆汽车呢，它的费用并不高可能100万含司机或者120万含司机一天费用真的不是太高费用不太高如果说你自己开的话，可能价格还要100万以内，就是100万越南盾100万以内。然后如果说您是想骑摩托车的话，那你可以去租一辆，一般的摩托车价格可能10万越盾一天有的可能更低，这要根据这个摩托车的好坏或者说您在越南想长期居住的话，您可以买一辆摩托车，这个摩托车的价格也不是太贵二手的摩托的话还不错的，像那个 Honda 像雅马哈大概也就1000万越南盾左右吧，就反正上下都可以。再往上好一点的4、5千万的也有，就我建议您买一个1000到2000万之间的这样一个价格，1000万越南盾到2000万越南盾之间这个价格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中肯，摩托车也不会太差而且它这个日本摩托呢，确实在越南质量是得到了整个越南社会的普遍认可，品质确实还不错应该也不会，你租摩托车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买摩托车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您来越南的话，就是说在衣食住行上您做一个简单的注意。那我们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把衣食住行展开来讲，因为我这个是比较笼统的说了一下如果说您想来越南或者想了解更多呢，您可以咨询我，我把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
但是您要给我留言的时候，我可能在留言上我不会回复您，因为这个太长了。如果展开了我单独给你写的话，我要写很长时间有时候我会给你点个赞，因为包括很多越南网友用越南语或者用别的国家的网友用英语给我留言呢，我都会一一的把它截图，然后再翻译下来你们的留言我都看了，所以呢，我就是你们尽管给我留言，我是花多长时间都会一一的把它看了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我是在越南的老魏，关注我，拜拜。